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句老古话叫做“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多去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你真正懂得会做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啊。腹式呼吸给予我们的身体带来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了。给大家随便讲几个第一个，通过练习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深层腹部的核心肌群通过刺激核心肌群，又能加强我们五脏的运化，从而达到调养五脏的一个效果。这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呢，就是通过这个腹式呼吸调气、顺气、理气，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变缓，从而达到什么呢？这个心里面会变得特别的宁静不爱发火这个心里面变得特别的好。第三个就是说，通过腹式呼吸，你还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杂质快速的代谢掉体外。同时呢，帮助我们让身体分泌更多有益的一些激素所以你会发现长寿的老人，他不但气息平稳，而且他们的心态也非常的好。这些人其实很可能在背后都会偷偷的练习腹式呼吸那么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的正确的去做腹式呼吸做完以后你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上面非常的舒服。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首先讲腹式呼吸，大家一定要简单的先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结构这个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身体上面一个是胸腔，一个是腹腔。胸腔和腹腔中间隔着一层膜，叫做横膈膜为什么要讲这些结构呢？因为我们要讲2个底。第一个底呢，就是胸腔的底部是横膈膜，腹腔的底部是盆底肌。这2个底非常重要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盆底肌给收紧。盆底肌怎么收紧呢？就是有一种憋尿的感觉同时你去提肛微微收一些小腹就做起来感觉就是说你只要盆底肌一收紧它这个小腹自然会往内收。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底部先给固定住。如果我们底部给散了，那你这个怎么样去练腹式呼吸，这个气都会下沉，不好。所以呢，我们底部时刻的固定住那么固定住底部以后你会发现小腹发酸有一些发酸的感觉，一定要去寻找那种憋着的感觉这个是底部。底部做好了以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呼吸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呼吸是胸廓打开，大家看吸口气，胸廓打开。那么当我们进行深呼吸的时候，你看深呼吸，胸廓打开，同时呢，膈肌会微微的往下沉这个时候是深呼吸的一个状态。膈肌往下沉，我们的腹部里面的气压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不讲这么深奥，我们只需要记住了把这个底部收紧，然后来深呼吸，看吸，手可以跟我一样做，把胸廓完全打开，来吸，吸气了以后，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双手按住我们的小腹，同时腹部向内收紧，让盆底肌收紧，把这个气有一股气压往上去冲。冲的是哪里呢？冲的是我们的膈肌。你看，当我们腹部收紧，盆底肌也收紧，我们的气压自然会往上顶住我们的膈肌。膈肌一顶住，就会把我们的双肺往外解压，然后把气吐出来。你要有一种这个气是被顶着吐出来的感觉你看，来吸，吐，按着我们的腹部往上去。好，再来给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吸，完全的打开，吐，好。其实在做的时候，一般2到3个，你会发现一呼一吐之间，这个腹部里面就像一团火焰在最深层在燃烧。很多朋友可能做过这个卷腹或者仰卧起坐，他们做完以后第2天会反馈酸，酸的是哪里呢？表面酸。但是你做完这个腹式呼吸，酸的是哪里？最深层很深很深的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你一定要去寻找到这样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来吸气，缓缓的吸，胸腔打开，然后手放在腹部，盆底肌始终收紧的。好，来收腹部，腹部收，
把这个气啊往上去顶住我们的膈肌啊，膈肌上顶以后，把气吐出来，来顶吐气。吐气的时候，腹部啊一直往内收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累的。你不要以为很简单，你做完2到3个以后，腹部还没有感觉，一定要去把这个视频啊再看一遍，你看是哪个步骤啊做错了。一般来说，高手做1个就有感觉，新手一般3到5个他就开始啊这个腹部啊开始有感觉了。特别是很多人啊，就女性，她这个长期啊，比如说久坐或者以前啊生过孩子，她的这里呢，她反应啊会比较弱，所以呢要耐心多做几次啊。好，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很多朋友会问，那我还听过一个叫逆腹式呼吸，什么意思呢？其实逆腹式呼吸只不过是把我们里面的节奏啊给反过来做一下。你只要了解到我们这个呼吸的原理啊，其实都是在原理之上的。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刚开始就念。逆腹式呼吸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吸气啊，膈肌自然下沉，是吧？膈肌你看下沉，下沉了以后是不是压缩了我们这个腹腔的一个气啊？那同时呢，我的盆底肌也在往上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气流啊就会往我的腹部啊四周去往外去窜，对不对？但是呢，我此时再把我的这个腹腔周围的肌肉给它再往里压缩，就是说我们通过四周的压缩，无形之中啊把这个气压往里面去挤压，然后给我们的人为的制造出一种向内的阻力，这个就叫做逆腹式呼吸。也就是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啊就要开始收紧，全部要收紧，让我们的内部啊保持紧，然后吐气的时候放松啊。这个是逆腹式呼吸啊，它和我们的腹式呼吸啊是相反的，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先从第一种开始练，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后面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逆腹式呼吸。好的，今天视频啊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脸上有皱纹、有褐斑，人就特别容易显老且沧桑。我知道很多人特别爱护自己的脸啊，有很多的一些化妆品啊，平常在脸上就拍拍打打，几乎都不停的。但是啊，架不住自己脸上的皱纹还是一天比一天重，褐斑的数量啊也是一天比一天多，颜色也是一天比一天深。这些问题啊都困扰了自己，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脸变得更白嫩、更光滑呢？其实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们的面部啊就像一张经络网一样，你之所以皱纹啊一天比一天深，这个褐斑的颜色一天比一天浓，就是因为你的经络网啊，它里面的一些点啊堵了。这些点一堵以后呢，我们面部的一个整个的气血微循环就会受到影响，很多地方的一些杂质啊没有办法更好的代谢出去，就会沉积啊，沉积下来了呢，要不呢就形成这个褐斑，要不就形成皱纹啊。所以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打开我们面部的经络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面部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种这个热量啊，让自己的面部啊微醺一下，非常的舒服。这些都是你气血循环以后，面部经络网通了以后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大家记得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收藏完以后再看，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纯实木的梳子是专门为了打通我们面部的经络而打造，它的齿头啊非常的圆润和宽大，所以我们在疏通面部的时候，不仅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打开我们深层的一个经络网。好了，话不多说，直接用这把梳子来给大家演示。首先呢，大家把我们的面部想象为一个圆形，那么以我们的眼睛为一条分界线。那么上面呢，这个上半圆为一个区，下半圆为一个区。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这个动作它的一个步骤非常重要就像咱们叠被单一样，一定要抓着4个角叠，才能把这个被单叠整齐。脸上的经络网也一样，每一个动作先后顺序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先从下半圆的这条线，就是我们的下颚线要给它往上推到我们的耳朵后根。怎么去推呢？拿这个梳子，大家看上面的这个齿头你看直接平抵着我们的下颚角这条线你看来往上
推着上去啊，你看慢慢不急不慢的推上去。很多朋友啊，在推这里的时候啊，能感觉到啊，就是沿着我们的骨骼往上推，他能感觉到里面有一根根的条索状一样的筋，这些其实啊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堵着的点。我们就这样推到耳朵这里啊，你看我手指的位置，然后慢慢往上推，也不要推多啊，就推一个10下到15下，慢慢的推啊，慢慢的推上去。这个动作的好处啊，就在于它不仅啊能让你的轮廓啊显现出来，显得脸啊变小，同时呢能把我们这个下巴下面一些堆积下来不好的一些杂质啊，给它推到我们的耳朵根处。耳朵根处呢，就相当于一个疏导口，我们所有面部不好的杂质啊，都要推到耳朵这里啊，推到这个附近。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一会儿大家看到后面就知道了。好，我们推上一个10到15下以后，再把我的左侧也一样，你看，慢慢的啊，不急不慢的往上推啊。推的时候啊是缓慢啊，这个力量啊要渗透进去，千万不能推着浮于皮表啊。即便你推的时候有一些酸疼，也要忍受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推上去以后，再把这个梳子啊贴近我们的鼻子，大家看啊，一边呢是贴近我们内眼角下方这个点，还有一边呢是贴近我们的一个下巴啊，就把梳子这样垂直，你看放上去。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梳子斜上方画一个弧度往上去刮到我们的耳朵，啊，你看侧面看一下，1、2、3、4、5、6啊，就这样啊，缓慢的往上刮，在刮的时候啊，你会感觉面部啊一下子被提拉上来了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面部被提拉的感觉，而且呢，很多朋友反映啊，只要刮上10下左右，这个面部啊这个气血通达，就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微微的发热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追求这个信号啊，就这样去推到我们的耳朵根部。好，就这样，你感受一下，我半边脸没做，半边脸做了啊，你感受一下，可以活动一下，你会发现这边的脸啊变得更加的紧致了。好，我们左边也一样啊，这样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就这样刮。同时动作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渗透进去，但是呢，不要这个太过于就是快啊，这个速度不要这样去刮啊，缓慢而渗透的去往上慢慢的去提。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有一点啊，大家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个梳子啊，大家看我脸上没有涂抹任何的精油，但是梳起来的时候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友好啊，不用担心刮的时候把脸啊给刮坏了啊。我们去这样去推，好，一样是10到15下以后啊，面部活动一下，两边都有紧致和提拉的感觉。那么我们下半圆这个区域就做完了，然后上半圆就会很简单了。你看，以脑门中间为一条线啊，然后来两侧刮到哪呢？刮到我们的耳朵根部啊，你看啊，刮到这儿，大家看啊，刮到这儿啊，来1、2，一边各刮20下到30下。同样的，脑门上面啊，有很多人刮起来有一些筋结，有一些小疙瘩，这些都是堵着的点啊。我们通过来回反复的刮，就能把这些点啊给它完全疏通。好，就这样刮。好，那么我的右边刮完以后，再刮左边，也一样的啊，非常的简单。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头脑门呢，就是我们的上半圆区啊，它刮起来可以稍微的快一些啊，因为它这里啊比较的平滑，它没有太多的肌肉啊作为阻碍，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刮快一些。好。刮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整个面部啊，它都有一种微醺感、发热感，这个时候就对了。好，最重要的一点来了，我们刚刚把所有的点都积累在我们耳朵这个附近的一个疏导区，所以呢，大家看啊，我的梳子呀贴在我们的耳朵后面，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顺着这里往下刮脖子，大家看，就这样，去做上一个30下左右。啊，这个时候啊，你会感觉酸酸的、胀胀的，都是正常的啊。我们要把这里啊给它疏通开来，因为我们所走的一个路线呢，就是经络网的一个路线。你只有按这个路线去走，你才能把我们整个面部啊给它完全疏通开来。好，就这样。好，来你看，依然是30下左右啊。你看做起来酸酸溜溜的，你会感觉啊有一种很酸爽的感觉啊，并不难受。好，我们就这样。
这一套打开我们面部经络网的动作就完成了。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额头上面会出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其实就是我们脸上的一个经络网啊打通了，面部啊温度微微上升，包括我们的耳朵啊温度都会微微上升，有一种微醺感，这种感觉啊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追求这样的一种体验，因为这样的体验才能证明你做这个动作彻底把我们面部的一个网络给打开了。只有面部的网络打开，我们的气血通畅了，才能更好的代谢走一些不好的一些杂质。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你没有学会，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动作3分钟就能帮助你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如果你做完，你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感觉非常的通透啊，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就透着这种酥酥爽爽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啊，是我偶然之间和一个老道长学会的。那么他每天就通过这个动作强身健体，现在已经97岁的高龄。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动作教会给大家。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同时你练完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起始姿势，里面的要点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认真看仔细的啊。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站直以后收腹挺胸，然后把腿啊向后撤一步，大步的向后撤，同时呢，我这个后侧的这个脚跟啊是始终贴紧地面的啊，你不能说在做动作的时候你这个脚跟抬起来啊，不行的啊，我们脚跟贴紧地面。好了，把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呢，你看手侧平举，然后掌心朝上啊，掌心朝上，把动作变好了以后，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你看腿往前微微的屈膝，然后把手向前。好，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掌心翻上来啊，然后手往后。好，你看，1、2、3、4、5、6啊。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的后脚脚跟是始终没有离地的。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啊，有什么诀窍呢？大家看啊，我的腿啊，它是一个前腿是一个借力的过程啊。你看往前啊，我们身子往前压，有一个探啊，身子往前探。那么此时我的身体啊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状态。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呢，我的大腿发力，带动着我的腰腹部，你看往后。啊，形成这样一个姿势，往后再来。好，我们做上一个10个。啊，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手在往后拉的时候，你看啊，往后拉的时候，我的后背啊会有一种夹紧的感觉。大家看啊，我的后背有一种夹紧的感觉。仿佛把我们的整个胸廓啊完全的打开，所以这个动作为什么能打开全身的经络啊？你看整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拉伸了我们的后侧的腿部，同时强化了我们前侧的大腿力量。那么我们的手和腹部、腰部都在配合着这个动作，它融于一体。那么我们换只腿来做啊，也一样的啊，站直。这个腿啊，你看往后撤上一大步啊，你千万不能说撤一小步啊，一定要是一大步。好，然后把姿势摆好，你看，来1、2，啊，你看这个腿部要主动的去发力，3、4、5、6、7、8、9、10。啊，你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的动作，当你和腿部的力量啊，把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做一下都是非常的畅快啊。那么我们一个动作，比如说腿往后撤一下，我们就做10个为一组，然后再换腿，再做10个为一组啊。那么我们一般是做上一个4组或者6组啊，左右腿啊各做一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全身的锻炼。整个过程下来3到5分钟就足够了。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全身啊轻飘飘的，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啊，叫做毽子操。这个动作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啊减肥瘦身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提升我们基础代谢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大家跟我一起来看。
首先啊，我们先做一个慢动作。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很多人年纪比较大，那腿脚啊伸展不开，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热身啊，把胯给转一转啊，左右各转30下啊，转一下胯。等我们的胯活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来做动作啊，你看，1、2、3、4。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腿啊，你看摆动的幅度啊会越来越大。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啊就到这儿，然后慢慢的它能打到这儿啊，我们就来5、6、7、8、9、10啊，速度可以快一点，看啊，带一点跳动。我们一般啊做上啊1分钟为一组，然后呢每天去做上一个3到4组。做完以后啊，就是你要有一种啊就是心跳啊加速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代表这个强度对于你来说啊，此时呢可能就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日常当中啊可以把这个动作练起来啊。这个毽子操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学会。好，我是大伟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